欢迎收看《宝洁点评》。战争已经进到了第4个礼拜，但可怕的是，整个战争你看不到收尾的迹象，你看不到任何妥协的空间。你看到这2天，整个世界都弥漫着非常恐惧的一个气氛。现在油价不断的飙涨，现在整个的物价也开始蠢蠢欲动。为什么呢？现在对川普来讲，他已经退无可退了。川普为什么退无可退？因为最支持他的，也就是他整个权力中最重要的核心 Mega 92%是支持川普打这场仗的，也就是我已经授权你要去进攻伊朗，你做的所有的作为我们都认可。如果我认可你去打这场仗，你总要给我一个漂亮的成绩单。如果川普不能拿到一个漂亮的成绩单，他根本没有办法下台。所以很多人讲说他会 tackle， 可是现在他连 tackle 的下台阶都没有。而对伊朗来讲，那更可怕了。伊朗现在已是一个生死存亡的一个战争，退此一步急无死所。所以现在可怕的是，双方都把油门踩到最底。现在川普已经讲了，我要打你的能源设施，我要打你的电厂，我要打你的油田，甚至连核电厂他都说出来了。但是伊朗呢？伊朗又把声势给拉高，他说周边国家的海水淡化厂都在我的攻击目标内。你要知道，在中东地区，水比石油还要来的珍贵。如果说今天真的去攻击周边国家的海水淡化厂，那真的会造成一个世纪的灾难。现在大家当然希望说中间有缓冲的空间，但真的有缓冲的空间吗？现在是一个弱鸡的游戏，两边都把油门踩到底了。现在48小时快到了，到了以后，真的会发生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悲剧吗？好，我们今天请到4位来宾，对大方首位的财经专家黄寿松，你好，大家好。好，这是美岛电报董事长吴子嘉，大家好。好，第3位是财经专家吕国珍，大家好。好，第4位是股市分析师翁伟杰，大家好。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现在全世界都吓坏，前一阵的时间我也觉得，以川普过去讲我不要介入战争，以过去美国经过了这么多的教训，你不可能让自己深陷一个战局不可动弹，就没有想到。现在慢慢感觉到说，川普感觉上踩到泥淖了，看起来他已经离不开了，而且现在他也放狠话说，48小时内如果再不解决荷姆兹海峡的话，他要发动攻击。今天晚上已经听到以色列已经攻击德黑兰了。那你说，因为川普最重要的支持者最重要的支持者 Mega 已经全力的支持他，92%的支持让川普退无可退，而伊朗也一样。伊朗现在也不断的把态势拉高，没错，目前为止来说话，美国跟伊朗双方都已经把对方逼到墙角，而且现在自己都是退无可退的这个阶段。为什么这样讲呢？那川普来说，他在周末放话，他说呢，你伊朗48小时之内重新开放荷姆兹海峡，否则呢，我就要攻击你的核能发电厂。他讲这样一句话之后呢，连电厂都攻击了，你知道吗？这个最终的时间点在什么时候呢？在台湾时间的明天早上的7点多，就是最后的这个通牒的时间点。然后最近呢，他都没有说什么话，他只有发了一个文，就保守说以实力追求和平。所以看起来话，他似乎是要用实力去碾压伊朗。那伊朗来说，当然他也没有在怕你，他说好啊，你胆敢攻击我的核能发电厂的话，我就攻击什么周边国家的这个油的设施啦，我甚至敢攻击他们的所谓海水淡化设施，甚至美国企业我都攻击。所以双方看起来话是完全没有要退缩的这个样子。可以前不是讲说你川普常常会 tackle 吗？是，川普 always checking out。对，那你这次难道不会 checking out 吗？对，现在对川普来讲的话，他有一个比较面临到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什么叫结构性的问题呢？因为根据美国的 NBC 的这个民调里面来说的话，9%就自称是他这个 MAGA 派，就是支持川普的人呢，他说没有任何不满的声音。他说呢，90%的 MAGA 派赞成说继续对伊朗攻击，所以等于是说他的核心中的核心的支持者基本上是支持他的。所以那川普呢，他没有看那个中间选民，他最重视的就是他的 MAGA 派。MAGA 派，你看他用了很多这个会议，很多这个什么右派是吧，集中在他的身上，这是只有他的选票。他的选票现在是要求他继续往前冲啊。所以说他今天修理民主党，他今天修理 ABC， 对，他修理 CNN， 只要我认为你是左派的，我完全不在乎你的面子，我完全不在乎你的决裂。是，可是重点是我的核心，我最重要的支持者就是 MAGA 的这些人。对。他是给我授权书的。对，现在目前为止来说，集中在川普身边的一个是 MAGA 派，一个是美国过去的右派，这些人都是主张要打，右派还是叫川普打，所以呢，现在就是变成是这个样子。而且右派现在打更可怕是你不是说打吗？是，现在右派说你不是打哦，对，你不是打他的军队哦，是，你要打他的能源。那为什么要打他能源？他说。你现在打他的军队，他就像打地鼠一样，你永远打不完。对，你只有打能源。为什么要打能源？因为这些兵是靠能源养的，你把他的能源打掉了，兵就不能养了。打能源，我以为你只是嘴巴讲讲，结果呢？
川普自己就发话了，对，川普就说我要打电厂了，对，所以你就知道，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美国右派是跟川普说，你不要打人啊，你就直接打他的能源，好，所以我认为接下来美国非常重要的几个目标就是打掉他的发电厂之外，当然未必会去打核能发电厂，会打发电厂，再来就是控制他的石油，控制他的石油要道来说，可能就让这个伊朗呢就好可能会崩溃，所以这是他们的想法。虽然贝森特，我觉得贝森特很有意思哦，他之前出来讲话哦，他讲什么？因为贝森特一直是美国政策，特别是川普政策对外沟通也非常重要的指标。对，他上的都是什么这个所谓这个财经节目，他讲的非常清楚。他说：“我相信以美国人的聪明来说，知道用50天的物价上涨的时候，换取未来50年的中东和平，一个没有核武的这个伊朗政权，用50天换50年。你看他讲出这样的话，所以你给同样的讲话，你也知道说，还有50天的这个时间啦，这样一个状况。对，要贝森特每次讲话，我觉得是现在川普政府里面最精准的人。当时川普说我不要川习会，也是贝森特第一个讲，而且贝森特讲的理由非常清楚，就是现在的伊朗战争正要开始，所以他必须要坐镇白宫。对，所以现在整个里面我是相信贝森特的，没错。而且我现在看到他们美国右派也讲。现在他的右派叙事跟他过去的美国建制派是完全不一样的。不一样。过去美国的总统他要干嘛？美国的总统是我要控制风险，我要维持盟友，然后呢，我要稳定市场。他说川普这些人没有这回事。他说现在的这个市场、这个规则、这个游戏规则对我们不利，所以我干嘛？我要破坏规则，我要破坏规则，我要制造纷乱，我要在制造纷乱的过程里面取得我的最大利益。如果你是这么想，就恐怖了。对，没错。我认为说大家现在当然非常紧张。但是我跟他讲，以川普过去的思维，你就要知道，他一定要把风险或者让这个状况拉到你觉得很无法承受的那个阶段的时候，他就会来一个反转。所以他就是这样个性。他以前在跟这个所谓银行这个谈判的时候是说，要不然好，不然就大家倒闭嘛，是我倒闭比较惨，还是你银行倒闭比较惨？当然是银行倒闭比较惨，所以银行就这样就缩手。我觉得他现在是在对伊朗做最终的极度的施压。对，他的目标是当然是要伊朗退一步，可是现在大家就怕，因为伊朗也不是省油，他也是已经打到退无可退，他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才说现在这一次来说，他的确是有一点点小麻烦的一个状态。好，那刚刚讲到的，现在大家都担心你把这个声势态势给拉高，最担心这个态势拉高到你如果走到那一步，就是出现一个无可挽回的状态。对，那现在刚刚讲的，一边是说我要打你的油田，我要打你的能源，一边说我要打你的海水淡化厂，而且现在看起来美国的重兵已经出来了。没错，目前为止来说，美国是继续在武力上面对伊朗施压，包括说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A-10 的这个攻击机，还有 AH-64的阿帕奇飞行机，他们这几天在扫荡伊朗的所有的岸边，包括说特别是以荷姆兹海峡。我们知道 A-10 不是一直在攻击那种快速的这个水雷艇吗？然后这个 AH-64的阿帕奇是攻击无人机嘛？所以他们现在讲，他们用了便宜的这个所谓30毫米的这个机炮，非常便宜，就用这样不断的扫射饱和的攻击你的岸边。另外当然等待什么？等待两艘突击舰的这个目前为止的这个所谓远征迪里波里号赶快过来。对，远征军来的时候，或许就可以进行所谓下一步的这个夺岛的这个状况。所以我就讲，现在美国到底要什么？你会觉得说，不对啊，现在不是连纳坦雅胡都说了，因为伊朗的核设施已经面临到重大的这个打击。他说，伊朗已经丧失了对铀浓缩还有继续制造飞弹的能力。照理说，你看现在美国还出动所谓的这个所谓专利弹去打它，照理说你要讲说，那就是要伊朗妥协的嘛。所以才说，其实现在是在那个临界点，在极限战争。好，在伊朗整个国内来说的话，第一个它缺电、缺油，什么都缺，再来面临到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伊朗内部真的很惨，他们现在已经印出了一张1000万的1000万的这个币值的货币，1000万的币值的货币呢，大概美金是7块钱。对，然后他买一个这个，你说伊朗币1000万，对，只值美金7块钱，是它已经通货膨胀到非常非常严重。然后国内来说也都没有任何的这个设施，很多都被打掉，民生的设施、电力的设施，甚至以色列已经发动了新一波对这个德黑兰的攻击。所以这做什么意思呢？我就说，美国跟以色列在对伊朗做一个最后的终极施压，它目的是要伊朗退让。那我们就看到明天的 deadline 的时候，到底伊朗会不会退让？好，国珍。刚才讲的，现在已经是一个极限施压、极限战争。现在对伊朗的内部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困难。怎么困难？现在油、电、食物全部缺乏。更可怕的是，他最近发了一个新钞，这个新钞面值1000万，面值1000万，但它实际的价格只有美金7块钱，而且还在贬值当中。你知道这1000万是什么意思吗？伊朗在今年初跟去年底的时候爆发严重的抗议，那时候伊朗光2025年12月，也就是
去年底的时候，一口气通膨增加了42%，物价成长得非常快。你上门买一个面包要100万伊朗里亚尔。好，那时候伊朗政府在1月份美国大军压境的时候，他答应人民说：“我给你1000万里亚尔，等于你那时候如果你的钞票最大面额是100万的话，你可以拿到10张的钞票。”结果今天他印出1000万的时候，你等于本来他补贴你10张钞票，一叠钞票，你现在只能拿回1张，这代表什么？这个国家通膨非常的严重。如果你今天你是老百姓，政府1月份答应你是我给你10张，现在你突然间印了1000万出来，所以你说我的价值只剩下原来的1/10了。没错，就是7美元。那他原本一个伊朗居民大概1个月的生活费的话，大概是200美金换算出来的。结果他是用1公斤的红肉来算的，对，1公斤的红肉大概是值1000万的里亚尔。那时候我说的是1月份哦，对，那这场战争一打，我们已经当然我们不知道真实的物价怎么样。可是如果是战争打得这么严重的话，你可能原本100万买一个面包，或者是几打的鸡蛋，1公斤的红肉，可能已经变成1000万了，1000万了。那原本的补贴10倍，你就缩小10倍了，那伊朗的经济就会出现很严重的问题。好，那刚刚讲的，现在大家紧张的是，你想现在双方都在极限战争，两边都退无可退。刚刚讲了，川普不能退，是因为你背后的 Mega 是他最重要的支持者，我谁都可以得罪，我不可以得罪我的 Mega。好，那你现在90%的支持我不能退。另外，伊朗也不能退，而且我后来问了我一个朋友说：“哎，奇怪了，你之前不是有抗议吗？为什么现在没有抗议？”他说：“现在不能抗议了，为什么不能抗议？因为把哈梅尼给杀了。哈梅尼基本上他还是这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宗教领袖，是精神领袖。你杀了他了以后，我如果上街，就代表我是美国走狗。这个对民族主义来讲，他们也不能忍受。所以你感觉到说，虽然川普希望你们能够自己起义，他说现在已经没有起义空间了。”双方都打死结了。对，当然有一个东西就非常的重要。我们看到贝森特讲用50天换你50年的和平，所以贝森特同时讲一句话是什么？伊朗的石油我来卖，然后我亚洲这些盟国愿意来跟他买石油。对，因为伊朗现在什么值钱？里亚尔完全不值钱，货币不值钱，石油值钱，石油一样一桶还是现在以行情价还是可以卖100块美金嘛？对，哇，那多少里亚尔啊？突然间，如果你石油打开的话，这就是棒子跟胡萝卜嘛。对，我如果这50天我愿意接受贝森特的美国秩序的话。伊朗的经济马上就活过来了，可是这就是一个强烈的讯号，就是说你一边经济崩溃了，一旦美国攻击你的能源设施，所谓的能源设施电力嘛，它国家为什么很严重缺水？是因为这几年呢，它基础设施非常的糟，所以供水系统几乎是完全崩毁了。那一旦能源设施被打的话，它只要打几个高压电塔或供电设施，它整个国家经济问题就出问题了。可是如果我愿意接受，所以你的意思说，我现在是因为我非常贵，我现在买米、我买肉、我买菜贵到我可能无法忍受。可是如果说我今天打你的高压电塔，刚刚讲的，你也是要有海水淡化厂，你也有一些基础设施，我现在连让你活下去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对，伊朗马上就会出问题了，包括你货币贬值，有谁的薪水昨天是100万，隔天是1000万的，这件事情并不存在嘛？你会所有人都活不下去嘛？可是，一旦民怨到一个极限的时候，我接受贝森特开出这个条件，那伊朗的石油秩序就会掌握在美国的手里嘛。那亚洲这些盟国，我们当然敢跟他买石油啊。你只要开放，等于说某种程度来讲，我石油解禁，而且这蒙达加 C 口一加里口。如果我把你开放的话，你就不会变成了中国的专属，你不会变成中国的专属，你的价钱就不会给中国这么多的优厚，所以我也可以透过伊朗的石油去控制你中国，等于说我也是透过这个过程去控制伊朗的石油，但相对就是我怎么去处理委内瑞拉，我接下来就怎么去处理伊朗。对，所有的石油秩序马上就变成回到以美元计价、以美国决定的国际原油贸易市场的秩序来运作。好，但是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现在美国的又会讲说，哎，你现在要打什么？你现在要打的就是说，你要打他的能源，你要打他的固定设施，你不能去打他的部队。为什么不打他的部队？后来我们去了解才知道，今天伊朗的地形真的太可怕了。这个是荷姆兹海峡，这个是荷姆兹湾，这里面层层叠叠，就是一排一排。你只要想看台湾的海岸山脉。台湾的海岸山脉一排一排，我就可以有嘉山基地，我就可以有这个所谓的台东的这个所谓的制航基地，你根本就很难，你就可以藏很多兵哦。导播再看，
它在一层又一层，层层叠叠。他说从里面跑出来，你根本不知道从哪里。对，没错。我们知道过去一段时间来说的话，伊朗就波斯这一带的地形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高原。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为什么美军呢，或者全世界，其实某些程度来说，蛮难征服伊朗高原。大部分都是伊朗去征服别人，因为它处在一个高地，它可以下到这个两河流域，下到其他地方去征服别人。尤其你要打进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画面里面，你看伊朗的地形是相当之破碎的。对，我们知道伊朗呢，大概只有河边、岸边，还有这个里海北边这边有一些所谓能源这个平地，其他地方都是山脉，而且它山脉很多都是互相这样垂直，所以你看你要进去的时候，宝姐你要遇到一层又一层的山脉，一层又一层的，然后它挖在里面、躲在里面的地洞，或者在里面有碉堡的话，你根本就很难攻击。所以为什么世界各国对攻击伊朗的时候，都是会觉得非常头痛，就是这样。所以美国已经讲了，我已经攻击了8000个目标，我已经弄了很多的钻地弹，我已经把很多的设施给毁掉，你很多地道我都已经毁掉。对。可是如果说你真的去看伊朗整个地形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根本就是不可能任务。对，伊朗到处都是山，然后而且到处都是非常高的这个地方，但根本没办法打。所以没办法打的时候，你就知道，现在最近一段时间来说，美国不是锁定了一个在哈克岛这附近吗？另外一个是荷姆兹海峡这边吗？没有错，它岛旁边来说都是沿岸都是比较低的地方，但是它没多久，大概靠近海岸线大概10公里到20公里之后，就进入山脉。那进入山脉之后，你知道为什么美军现在即使是他真的攻下格什岛的话，他其实也很难控制这个荷姆兹海峡，因为这边有非常多山脉里面都可以藏伏着伊朗或是他们的相关的部队，他出来的话，他要控制这个地方还是很容易。所以我跟你讲，因为伊朗的所以说你看你背后的那个画面，是那个就是伊朗的画面，对，这也太可怕了吧？对，伊朗的山脉里面来说，就是非常破碎的这个地方。你看这进去里面来说，山脉就是这样。那你说在这个山脉里面，河谷我可以躲在河谷，或者我在山脉旁边，就是伊朗的基本地形，它的地形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那伊朗人大部分人其实他们也都住在山里面的居多，对，高原的居多，住在平地的人反而比较少。因为我一个朋友讲说，伊朗人很妙，他都住在哪里？住在山腰，是他说其实底下非常热，对，跟夯楼赶快，没错，就像重庆一样，重庆的地表非常热，是地表跟夯楼，但是你山上干嘛？你说伊朗到的大概9月开始，对，它的山顶就飘雪了，是，所以它唯一可以住的是中间，对，我当时有点听不懂，我一看就是原来这样，对，我们来直接看一下伊朗的这个地图，你看了就非常有意思哦。德黑兰，你要照理说，因为德黑兰是靠近里海这个地方，它应该是设在这个地方，没有，它靠近在山脉里面。它很多大多伊斯法罕啊，或者说像这个雅兹德、色拉兹，它很多都是设在山脉里面的高山。他们最重要的核设是伊斯法罕，对，就在这个中间，对，或者在河谷里面，像马什哈德就是在河谷里面，这是造成为什么伊朗你很难进攻，它很好守，但是外面的人进去都很难进攻一个原因。这对美国来说，当然某些程度，你说完全去把这个伊朗的这个所有的设施都摧毁来说，我觉得就实行难度来说，还需要一段时间啦。吴董，现在全世界搞不清楚的是，你川普上任的时候，你明明讲说你不要再跟前任一样。去陷入战争的泥淖当中，结果现在他真的去打了伊朗，我们刚刚看那个画面，真的把我吓死了。原来伊朗的地形这么样的复杂，山脉层层叠叠，层层一排的，而且里面充满了山洞，充满了破碎的地形。他的这个车子出来就出来了，发炮就发炮，你挡都挡不了。现在这个状况，川普走得了吗？那川普现在放狠话说我要狂轰滥炸。今天晚上我们也看到德黑兰、以色列已经出手了。这个局可以善了吗？如果不能善了，刚刚讲油价现在已经崩涨了，现在整个很多东南亚的国家已经没有油可用了，现在通膨已经蠢蠢欲动了，难道现在一个新的金融危机要出现了吗？贝森特讲了一句话啊，他讲的就是短期的混乱换得长期的稳定，这是核心问题，对不对？那短期的忍耐度多少的问题啊？这第一个问题啊，现在讲这个哈。那川普怕不怕短期混乱？不怕，当然不怕嘛。可是怕的是不是短期混乱的？对，所以川普是短期混，第一要搞清楚，他长期的混乱是什么？地面战。他国防部长讲了一句演讲，讲了一句最重要的一句话，他在做战果分析的时候，他讲一句我们当兵都当过的哈，《孙子兵法》里面讲的就是奇袭战术 （surprise）。他说 element of the surprise， 所以你放心，他不会跟你硬干的。骑兵出奇制胜的道理啊，就是我成本低，我都控制成本，然后你也控制成本，我知道他不会去狂轰乱炸你这些小点，对，所以
最重要的，他还是出奇制胜。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吴总后面的这张图，那个是伊朗里面的德黑兰。德黑兰里面，你现在看到它的每个点都是它的轰炸点。你说这个每一个的轰炸点都跟革命卫队有关系？德黑兰就是革命卫队的总部，所以附近的整个指挥系统的整个核心点在德黑兰，所以它附近炸的地方有德黑兰的油库，它炸德黑兰的油库，但附近有油田哦。他不炸油田哦，他炸油库干什么？让你不能行动，对吧？所以他不是打你的财产，对，他打你的后勤，所以他打的是有道理的。所以以色列负责用斩首行动，对，继续去斩首这个革命卫队。好，那或者我们现在猜一个问题嘛，他下来怎么办嘛？对，怎么办？现在很简单嘛，所以川普怎么可能退呢？他既然是有一个耐受度在做前提的话，我请问你一个道理啊。那谁挺川普打这个仗？他的支持以色列吗？当然不是以色列啊，他的支持者不是，这是谁出钱啊？我问你啦，金主是谁啊？中东出钱，中东出的钱嘛，他跑去跟高市早苗谈什么？不是，我之前听到有一个论点，就是其实背后鼓励以色列跟鼓励是沙烏地阿拉伯，是沙烏地阿拉伯这个王储，他觉得他要翻身，他要有所作为，然后呢，所以呢，他就开始去暗中去搞这事。所以为什么今天伊朗我要去打沙烏地阿拉伯波湾国家，就是你们在搞我。这个本来波湾就是两股势力，就是逊尼派跟这个什叶派啊，逊尼派跟什叶派。那逊尼派跟什叶派的斗争是千年斗争。对。那问题两边都清楚啊，两边的制度相同，都是集权国家，一个叫做宗教集权嘛，一个叫做君主集权啊，所以两个都很有钱啊，所以钱是谁？那问题是，你伊朗是当地的流氓嘛，对不对？那以色列是当地的保护者，可是以色列跟他之间这个基督教不合啊，对，所以找一个老美过来当保全公司嘛，所以这个大哥来保护小弟。所以小弟出钱，对，川普道理很简单，没有人出钱，他不会打这个仗嘛，一定是当然是中东这些油源国家。可是现在把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把这个周边的国家不打得已经稀巴烂，全部拖下水，对啊，拖下水了，绑在一起了，我靠，全部被绑，你被贬了，对不对？我来保护你啊，如果他没有被打的话，他会出钱吗？不会，所以你被伊朗一直干他。川普就一直收钱啊，所以现在阿联酋包括沙烏地阿拉伯，现在最后周边国家做什么事？大量买美国军火。我不知道，对，他现在大量买美国军火。我现在告诉你，就是说这是台面上的，台面下的。川普讲一个简单道理，没有钱他不会打仗的。就交易的艺术是什么嘛？他交易艺术有个道理很简单啊，就是把场面搞得混乱啊。就是不确定的未来啊，对，跟川普打交道，川普就给你讲，我先答应你，对不对？明天不一定哦，所以他就是 uncertainty， 未来是不确定的，是川普的交易的基础。然后你还会怕我，因为我不一定，对，我说变就变，我说翻脸就翻脸，对，然后你就会不得不跟我妥协。所以川普在中东制造了一个非常混乱的局面，对不对？他当然希望耍嘴皮子你就投降啊。但是伊朗有可能吗？不可能，伊朗不可能嘛。所以你看这个仗的打法就很简单，现在已经进入叫做能源的战争。能源的战争里面最可怕的不是石油的战争，是天然气的战争。所以他有可能打完哈尔克岛之后，他去轰炸他那个南部油田。那个南部油田不是油田，是气田。对，他那个气田一半在哪里？一半在凯达。一般在凯达哦，一般在伊朗哦。对，他说同一个盆地。他如果打到伊朗下去的话，凯达也不能挖。对，那全世界缺天然气那谁天然气最多？美国最多嘛，对不对？然后呢，美金会怎么样？美金一定涨啊，对不对？避险啊，对，全部买美金啊，这最简单的道理啊。所以他怎么不敢打？他当然敢打。他打完之后，他不怕天下大乱。他现在大乱，形势大好，钞票全部滚滚而来，这是川普的算盘，他没有在怕这个东西的啦。你看大家现在都怕他，哪个不怕他？每一个国家碰到川普服服帖帖，高市早苗去的时候，乖乖的，有没有给钱？给钱了，当然给钱，5500亿，1毛钱不敢少。我告诉你，这是现实。川普在打仗的过程当中，他根本不怕什么
我讲坦白的，如果期中选举输掉的话，他会怎么样？不会怎样，他也不会怎样啊，他该捞就捞到了嘛。我们常讲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现在站在哪里打？在伊朗打。但现在整个灾难的中心在哪里？在东南亚。在这个所谓的东亚的国家，现在韩国跟日本说，已经缺油了。现在东南亚很多的国家也说，我已经没有油了。对，因为现在我们这些国家的生命线，也就是我们的油的生命线，我们的天然气生命线，都从这里而来，现在已经打得整个鸡飞狗跳了。没错，今天呢，全亚洲股市一片大，为什么？因为油价、天然气搞不好会缺货。好，那我们讲，其实里面灾情最惨重的那就是南韩。为什么？南韩今天股市跌了6.3%，跌得非常非常重，然后还跌到熔断，一度熔断。好，那为什么这样子？因为南韩目前为止，他们已经启动了能源安全的预警啊。他说，汽车已经限制所谓的你能够买的这个用油量的额度。然后呢，大韩航空所有的国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要上涨30%左右。30%，对，没错。那南韩呢还犯了一个错，他原本储存在南韩蔚山石油基地的这个石油呢，原本呢是这个已经跟这个国外的中东买家就说，你先暂放我这边，那部分的话，我如果必要的时候，我可以优先购买，就没想。韩国没有准备好之后，这个中东国家就已经把它转卖了，所以等于原本放在他们的石油基地里面的战备储油被人家卖走了，被中东卖了，因为中东现在有更值钱的，当然就把它卖掉啊！他们没想到他们的韩国石油公司没有去把它锁定啊，所以现在不是市场价格，是现在是抢价。对，就算我这个油已经放在你的韩国的境内，对。我想赶快有好价钱，我还是把你卖掉。我跟他讲一个观念哦，我们现在看到好像这个石油的期货价是100，对不对？西德都是100，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布兰特是110、120，对不对？但是没有，事实上现货价已经有到150，甚至到200了哦。就是看那个油价，那个是现货，那个是期货，现货已经有到这么高了。所以现在等于是说价高者得，现在国际上都是这样哦。那为什么说南韩很严重呢？宝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上个礼拜的时候，事实上这个伊朗不是攻击了卡达的这个天然气吗？卡达天然气现在有17%没办法运转。对，他说什么？有4个国家，他已经通知了4个，他都直接点名哦。我们这个卡达最重要的这个出货的4个国家，我已经跟他说不好意思，我现在可能没办法供货给你，供货给你没有的话，你也不能够说怎么样。那有台湾吗？ 4个国家，一个是中国、南韩、意大利跟比利时这4个国家中了，所以我觉得台湾 OK， 我们相对韩国还好。另外一个是日本。日本为什么？因为日本95%石油都是经过荷姆斯海峡，所以现在日本也是这样。你看他们在这个北海道的函馆市有一个自助加油站的这个，他就直接贴这个，他说因为川普的关系，特朗普，然后导致我们缺油，我们深感抱歉的一个状况。那甚至还什么？那今天我们台北股市里面还有一个纸类股也在涨。你说纸类股有什么关系？因为大家知道说，每次通膨都囤卫生纸，原油不够，原油的时候呢，因为纸浆要用很大的船载，那你油都那么大涨，之后谁要去载纸浆？所以你看日本现在叫你怎样，不要囤卫生纸。我们也跟大家讲，台湾人也不要囤卫生纸哦，不要紧张哦。好，那我们再看，所以这个危机我不是在讲一个国际故事，是讲我家的。对，没错，这个是一个所谓的蝴蝶效应哈。那我们看，这样谁最惨呢？我觉得这一波来说的话，中国有可能是遭受到打击会非常大。第一个，你看，因为荷姆斯海峡从中国进口的大概50%都是从荷姆斯海峡，那很多是从伊朗，还有从委内瑞拉，但是问题是还有俄罗斯。那现在贝森特说，没关系，我们开放大家认购，你要买伊朗的油你就去买，你要买这个俄罗斯油就去买。这原油本来都是要到中国去，现在没有了，再加上原本的荷姆斯海峡的油没有了，所以现在中国其实很紧张啊。而且现在美国的白宫还帮中国穿小鞋，怎么穿小鞋？他说，中国可以被信任吗？伊朗不是中国最好的盟友吗？对，那伊朗这个中国最好的盟友，你在出事的时候，你有听到中国在讲话吗？对，没有。他为什么不讲话？他根本没有作为一个盟友的条件，这个根本在吃他豆腐。是为什么要吃他豆腐？因为中国不是在伊朗是朋友，对，他跟波湾国家也是朋友，是，他跟沙烏地阿拉伯是朋友，他跟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都是朋友，对，他在顺了孤情四少义，他根本不敢表态。对，我们先跟他讲，中国已经造成缺货。你看中石化就是中国的公司它3月已经削减10%炼油产能，所以他们的确已经面临到油源不足的这个状况。另外就是宝杰刚才讲到，就是说，整个好像打来打去的说，其实谁最遭殃？你知道？中国最遭殃。为什么？
中国除了中国除了跟伊朗是好关系吧，它过去几年它跟中东的国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啦、卡达啦、杜拜，它全部都是跟他们签着合约。对。前一阵子刚好有一个美国这个财经杂志有统计出说，他们到底是有多少投资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中东整个投资，中国已经投资进去了3000亿美金。那3000亿美金来说，现在打来打去都是在打，都打资产。他现在其实他很多投资都在那里面啊，包括你看，他有参加什么杜拜啊、沙特阿拉伯的这个智慧城市跟 AI 的这个建设啊，还有这个阿联酋，阿联酋现在杜拜是很多中国有钱人到那个地方去，就他现在呢，原本他是从新加坡跑到杜拜去，就他现在又要从杜拜跑回新加坡，所以搞来我去来说，我觉得其实亚洲国家大概都是受伤的一群啊，在里面来说的话，我觉得南韩可能受伤比台湾还更加严重。那中国来说，我们要观察它后续受影响的程度。好，所以伟杰这2天真的，整个资本市场里面大家都吓坏了，整个亚洲股市大跌，而且现在可怕的是，你现在看不到止损点。没错，现在目前在台北股市在今天台北股市收完盘之后，外资累计卖超台北股市3月份还没过完，已经超过8000亿新台币。好，那所以其实这一次外资在8000亿，对，超过8000亿。好，那现在目前台北股市还维持大概是在季线这附近。那所以其实看起来好像相对强势，但事实上真正糟的情况还没有出现。那以现在目前整体金融市场的观察来说，这一场的战争一发动之后，当然直接影响到的是油价。那油价现在目前呢，在期货价格，布兰特原油大概超过100块美元一桶。那当然就会推升长期的通胀预期往上走升。那么长期的通胀预期一旦往上走，那么对于长天期的债券殖利率也会有推升的一个效果。所以最近的这个长天期美国公债10年期的部分是已经来到4.4%左右的一个水平。那么这个10年期公债殖利率一直都是我们在金融市场当中投资的一个定锚。所以当它的殖利率走高的时候，无形当中就会针对股票市场来进行一个估值修正的一个无形压力。所以当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其实台北股市就只有一句话叫做非盘即跌。好，这个是这一个对，不是盘就是跌。对，这是从这个通货膨胀预期往上走升，然后推动利率这一块来去看。另外呢，在利率走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基本上对于现在美国来说呢，私人信贷市场也面对到一个非常极大的一个压力。私人信贷市场是现在目前市场上没有讨论到的一个隐藏风险，而这个风险呢，基本上不亚于08年的金融海啸。现在目前的总规模大概超过3.5兆美金。你说现在这个风暴不比2008的这个金融海啸？对，只要谈一下但它是一个全面性的吗？所有的产业都在这个风暴里面吗？对，因为这边的这个私人信贷的违约率正在慢慢的升温当中。哪个违约率？私人信贷包装非常多的商品，这些商品其实都是不透明。然后现在目前它在这些私人银行当中，或是这些影子银行当中的这个违约率都正在攀升当中。对，最主要原因就是这一次美联储它的利率决策宣布了是一个暂停降息的一个状态。那暂停降息对于这个市场上面来说，它的违约率就会开始增加。其实只要看到这样的违约率上升，美联储降息就要缓和它的风险。但这一次因为它是暂停降息，那原因就是因为说对于通货膨胀的预期，虽然它在经济预期当中是上调了这个通货膨胀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基本上对于下半年的利率政策，其实它还是维持相对比较中性保守。那也就是说，现在目前美国政府从美联储到政府的态度是，对于通货膨胀的这个物价上涨的这个价格，它的弹性是很大的。这个弹性非常大呢，其实他们就是你说利率政策，他们现在只看就业市场，所以不看物价。所以为什么在这一次战争开打之后，油价的走升、通货膨胀上升，其实对川普来说，它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因为他们可以容忍的弹性变得超级大。那反而是现在目前华尔街的部分，针对金融市场来说，在战争开打2周之后，其实这个高盛跟这个摩根大通就已经有预期，如果一旦这个战争呢是为期超过25天以上，那么美国的通货膨胀预估将会重新回到5.5%。那也就是说，那川普就受不了了。对，也许在这个地方，如果一旦这个极端情形出现的时候，美联储有可能重新再回到升息的这个路径。所以川普也不是没有压力。对，然后另外呢，在这个华尔街投行的部分，其实也预估就是说，现在目前最糟的情况还没有发生。现在目前的华尔街整个投行在金融资产的部分已经开始全面性的转向卖方，除了大宗商品跟能源的这个投资都还是持续的在布局进货之外，其他的资产全部都是站在卖方。而现在最终的一个部位呢，现在从这个 AI 或者是科技，甚至在其他产业类别当中，我们看到的是
其他的产业类别，除了科技类股以外的产业类别，包括民生消费，包括防御型板块，包括金融，包括消费的这个地方的投资，他们的占比已经被甩卖到降低到非常非常低的位置。对，也就是说，现在目前呢，华尔街的投行只要一旦要去甩卖资产，就只能往科技类股、AI 概念股来进行一个套现的动作。所以其实现在目前最糟的情况还没发生，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 Mac7 就是科技七姐妹，它的股价仍然是非常的还在高档。然后科技类股还是非常带给大家非常大的一个梦想，但是其实真正的卖盘还没有从这边引现。那如果从科技类股开始进行甩卖之后，其实对台北股市影响性是非常非常直接，包括半导体领域跟美国的合作是非常非常密切。你说就算是 AI 有很多的题材 ，AI 有很好的愿景，可是这一波来的话，会全部的风暴，它很有可能就会全部都泡沫掉。那这个泡沫有可能会从实体经济有可能也会从金融端的这需求会开始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所以其实在这一次这个华尔街一直不断的在撤出台湾的同时，其实我们也看到真正最糟的那个情况还没有发生。如果一旦这样的情况发生，以标普500他们有做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观察指标，标普500指数如果一旦跌破了6270点以下，现在还没有跌破了6270点以下，那所有的华尔街投行将会全部的都站在卖方进行全面性的一个抛售。或者另外有一个是我今天看到，现在连塑胶袋都在涨了，现在整个石化都受到影响了。所以最晚可能在 Q2， 美国的通膨会再起。为什么会这样？你知道吗？连现在美国市场的小丑鱼、多利鱼都会缺货，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丑鱼大王住在巴厘岛是台湾人，他在那边很聪明，在那边很会养鱼，巴厘岛水又好，重点是飞机非常的多，可以飞到全世界，所以全世界的小丑鱼都他卖。结果这2天因为全世界抢货，他就说我买不到保利龙的箱子，也买不到塑胶袋，我鱼没有办法出到美国去。我鱼不能出去，是我买不到塑胶袋。对，好，那这个是东莞樟木头发生的事情，因为全部都在抢塑胶袋。再来，美国很快就碰到另外一个大问题，为什么通膨会再起？是现在连浙江的柯桥这个地方，全世界1/4的布料在这里交易。那我们台湾的纺织业现在碰到什么问题？我全部不接单不报价，因为柯桥也停止交易了，因为塑胶原料，我现在看到美元涨1桶油涨到100块，我先不要卖，因为我会赚更多钱。好，那什么事情就发生了？现在是世界杯足球的球衣，各种衣服准备出货到美国铺货的阶段，那我当然是先停止报价跟接单，我等着涨价。因为接下来有多少球衣要摆在北美的架上，北美的货架上，衣服要涨。当然，我不参加涨价，我什么时候涨价？所以整个台湾的塑化业，好消息是中国的中东战略出了问题，因为便宜的石油它买不到。可是另外一个坏消息是，中国人拼命的抢各种原料，塑胶袋我也抢，布料我也抢，连生活用品我也要抢。所以是中国人现在在抢东西。对，所有的原物料是他们抢的，所以东南亚巴厘岛缺塑胶袋。台湾的纺织业者，那我当然先停止报价，我先不接单啊。那世界杯的足球球衣，那等美国人解决再说嘛，我当然赚一笔啊。所以现在问题是，通膨有可能会在 Q2 如果持续下去的话，通膨和噩梦会再来，到时候股市会碰到很大灾难哦。不懂，现在不是美国跟伊朗开打，搞得全世界大乱，现在中国国民党内部也开打了。之前是马英九办公室出手，马英九办公室出手里面直接切断了跟萧旭晨的关系。我们之前讲过，萧旭晨很重要的是，他以前都是马英九基金会重要的执行长。马英九后来因为马习会之后，他是两岸的第一人，他是等于说对岸不看佛面看，不看僧面看佛面，等于说我今天要跟你打交道，你萧旭晨有能力，你能够见到人，你可以见到王沪宁，是凭谁？不是凭你萧旭晨，是凭着马英九的面子。就没有想到萧旭晨呢，他看到马英九现在开始在衰败了，衰败了以后呢，马英九现在把这一锅给端走，端到哪里？端到郑丽文，也就是帮郑丽文去护持，帮郑丽文去加持，让他去接两岸的这条线。但没有想到马英九办公室有人出来了，就把这个东西一刀切，一刀切了以后，萧旭晨你就是 nobody 咯，你本来什么就没有，你也没有什么重要的政治职位。当你没有跟马英九任何联系的时候，你在的对岸你就是 nobody， 你就是个屁，你什么都不是，一个屁都不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你到了郑丽文的旁边，你没有任何作用啊！那你没有任何作用，郑丽文就没有倚天剑，也没有屠龙刀，你就没有办法去跟中国谈了。所以呢，郑丽文就很生气，他居然用什么？用一个很脏的、很难听的话说马英九旁边有一个贼人。他现在越做越好，他现在不但是把整个国民党党中央的牌用红色
现在根本就跟马英九办公室开干了。郑丽文党主席他有个天赋异禀啊，他当党主席4个多月以来哈，他有一件事情让大家都有深刻的印象。什么深刻印象？就是嘴巴很贱。专门骂人，吵架、骂人、侮辱人，这是他的专业，你知道吧？他的特长。他骂我的话不敢指名骂，他是间接的骂，你知道吧？党主席耶，他不是那个党主席跟他无关了，就是他的人格特质，就是嘴巴很贱，喜欢骂人。你刚刚讲的什么贼人不是人，那个是他们家的事情。好，问题是郑丽文接下来要往国民党带去哪里？对，那个比较麻烦啊。他现在带到国民党，你说嘴巴还是小事，路线才是问题。他没有谱嘛，他就是你看他把国民党改国民党那个整个他的识别标志，对，变成改成红色嘛，所以红统是他的方向嘛，已经是他的方向嘛。不是，到后来还有人讲说，帮他解释说，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国旗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你有一点点国共内战经验都知道，我讲红军是谁？我讲红军讲的是中共。红军就是把蓝军给灭掉的人，在国民党的党徽里面根本没有红的，只有青天白日。他连这种事情他都做得出来。现在是这样子，宝杰，现在我们今年今年的大事是什么？是20269合1选举。对，2028是总统的换届选举，对不对？所以2026影响到2028。你曾经讲过一句话在新闻界广泛的流传，你说郑丽文是民进党最大的贵人。这句话真的是一语中的，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一个个骨牌确实效应在倒。你说现在国民党出现了倒的骨牌效应了，然后你看到郑丽文完全跟那个现实脱节，他跑去高雄演讲，他认为国民党越往南部发展了，将来是发展的越利多越大，怎么可能在南部在屏东高屏你有什么发展吗？根本就昧于现实，胡说八道了。那胡说八道的原因何在？不晓得。那他这段时间所有一切的主张，最破坏台湾最剧烈的一件事情，就是国防特别预算。那这个事情很简单嘛，我们就不用动机论了。它的破坏力已经造成了国民党的崩盘嘛。这个现在看到了嘛，李四川等等嘛。对。然后他的这个。对处理事情的不公平的态度也让人家觉得匪夷所思。对，魏哲家讲了一个很怪的话是，他居然突然讲说，那个会跳舞的机器人以后跨逃年了。其实他这样讲的意思嘛，现在台积电已经在做机器人的这个所谓的大脑晶片已经在做了，而且他讲这句话的意思什么？这个晶片已经在生产了，已经在量化了。它不但在生产，而且这个看起来这个钱已经很多了，这个已经是可以反馈到了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营收代表机器人这个饼跟这个市场以前是不是说看得到吃不到，现在是看得到又吃得到了对，所以我们看到机器人有手跟有脚会跳舞，其实就是一个噱头。为什么？你机器人在做的过程中，为什么要一只手跟2只手？其实一只手的效率比较高，所以很多业者其实一开始都只做机器手背，像库卡、花纳科这些大厂都是做1只手背。后来像去年台湾的达明机器人，它为什么做2只手背？是因为半导体厂说要有1只手来检验1只手拿元件，所以才会有2只手。所以一开始为什么我们不是不会做2只手机器人，也不是不会打拳跟抛绣球，其实是客户到底需要什么。好，再来为什么要长2只脚？2只脚跟1只用转轮来转，不是我们做不出来，而是工厂有一个原则是，能够坐着就不要站着，能够物件移动就要让物件移动，因为机器讲的是效能、节能，用轮子转，在工厂比较快，然后效率也比较高啊。如果物件转，就像福特的流水线生产线，物件转比较不会出问题，所以长2只脚可能会绊倒自己，所以在工厂里面是要求你宁可它稳定安全。所以台湾都会，只是我们不玩这个花拳绣腿，不用做出真的像2只手2只脚，因为用不到。好。那为什么要用 AI 机器人跟 AI 的电脑？我们来讲海鲲号的焊接的过程中就知道了，因为它的钢板是高帕钢，是高张力钢，强度非常的强，所以必须要用机器手臂去什么
高精度的时候，我用视觉系统，我才可以在那么焊缝里面看它有没有问题。我用 AI 去学习温度的输出，为什么温度输出非常重要？是因为高强力的钢板，我在焊接前要先预热，然后接下来我焊的输出的温度不能超过太高，我必须要精准的控制温度，不然它退火就是钢板冷掉之后，它会脆掉，因为那个压力太强，里面应力太强，所以它必须要精准的用 AI 去控制所谓的机器人在焊接的时候，那个温度是多少，那是个学习，所以 AI 机器人要有大脑，所以不是会跳舞比较重要，而是你工厂有没有客户要你2只手。你的安全性是怎么样？最后你有没有学习？那像台达电在去年的机器人展的时候，它还展出什么？我已经可以辨识颜。57台每晚9点，宝洁点兵点出全球战略新布局。